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陈洛锦是被父母逼着出来相亲的，才不过一顿饭的功夫，他就确信眼前的男人将是自己目前最满意的饭搭子。秦先生，通过刚才的了解，我对你还算满意，你觉得我呢？因为一顿饭，想要交往眼前的男人，估计也就只有陈洛锦了。秦衍川眸子扫一眼，眼前打扮清爽的女人，不禁嘴角上扬了。先不说他误会自己是相亲对象，就说他随意的打扮，就足以说明他对相亲十分抵触，却还说对自己满意。唯一的改变，可能就是他对某人递过来菜，来者不拒的态度了吧。我觉得陈小姐可爱热情的性格正好与我中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试着交往一下。话音刚落，一个男人就走过来了，试探地问：请问你是陈洛锦吗？我是，你怎么认得我？他狐疑地反问。现在的男人当街搭讪都这么普遍了吗？我是张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，刘晓峰，我刚才在路上耽搁了，现在能坐下来吗？男人虽有疑虑，怎么多出来一个男人，但还是想坐下来了解一下。陈洛锦尴尬的一笑，他终于明白刚才秦衍川为何欲言又止了，原来他只是一个单纯的食客，而非是他的相亲对象，这就闹大笑话了。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只是闹矛盾了。张阿姨太热心，非要安排这场相亲，让你白跑一趟了。她本来也不想用相亲方式解决人生大事，现在正好有秦衍川在身旁，陈洛锦正好拿他挡一挡了。你这人，刘晓峰刚想开口骂人，就见秦衍川拿出几张100元大钞，递给了他，一脸歉意地说：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好吧，就算我今个倒霉了。刘晓峰揣钱走人了。陈洛锦望向了秦衍川，两人很默契地相视而笑了。那个，原来是个误会，那我们刚才的话，他犹豫地问。秦衍川微微一笑，我刚从外地回来，能有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他确实刚从国外回来，被父母逼着接手家里的公司，而陈洛锦算是他第一个朋友，能聊到一起，饮食喜好也相同，所以他对陈洛锦的感觉还不错。我也这么觉得，秦先生，在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。秦衍川点头的一笑，看来他猜的没错，陈洛锦的确把他当饭搭子了。某日，陈洛锦去合作公司谈合同续签的事，却意外见到昔日的大学同学，本能的想躲开，却被他一把拉住手臂了。好久不见，陈洛锦。是哈，你在这个公司上班吗？他没话找话地问。王楚恒一脸笑意的向他慢慢靠近，陈洛锦有压迫感的想要往后退，谁料竟是抵到墙边了，近在咫尺，让他感觉浑身都不自在了。我是你负责项目的对接领导，陈洛锦，你当年做的事，我还记忆犹新呢。他指的是陈洛锦暗恋他的事。王楚恒，我对天发誓，那真是帮室友送的情书。就算如此，在我向你表白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当众人面拒绝呀。你知道那一次的事给我造成多大的伤害？王楚恒说完，用力握住他的小手，试图将他抱得更紧，却被陈洛锦猛踩一脚给挣脱开了。四目相对，他竟冷冷的一笑：陈洛锦，你不会忘了吧？
这个合同没我签字，你是拿不到1分钱的。你在威胁我，还是在潜规则我？陈洛锦将包包抵在胸前，一脸防备地盯着他，眼里尽是对某人的反感。王楚恒刚才的行为举止已经让他大跌眼镜，一个芝麻大的小事都能记恨这么久，这个男人远比他外表表现出的样子更要阴暗。都有。陈洛锦嘴角露出一丝苦笑，王楚恒，难不成我为了这个合同还要当你女朋友吗？你想多了，只要陪我1晚，我就可以立马签字，以前的纠葛我也可以一笔勾销。陈洛锦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赚便宜的事，你不会还想拒绝吧？王楚恒单手想要勾着他的纤腰，却被身后的一个力度将陈洛锦给护在身后了。秦衍川只是来找表姐，没想到竟遇到了他，眼看就要被欺负了，他只能出手帮忙了。秦衍川，你来得真好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平常的眼神沟通就让王楚恒脸色一冷。拒绝他的时候说25岁前不会谈恋爱，这才毕业没多久就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，这不是骗他又是什么？陈洛锦，你当年拒绝我，现在就找这样的男人，你还真是不嫌丢人。他之所以这说，是因为秦衍川今天穿一身运动服，虽然足够帅气，但难掩几分穷酸相。试问，走进如此气派的商业大厦，谁不是西装革履？除非眼前男人穷得叮当响。越穷越无能，让王楚恒心里一阵得意。陈洛锦亲昵地挽上秦衍川的手臂，一脸幸福地说，我就喜欢他，而且爱他爱得疯狂，还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架势，洋洋得意着。我看你能高兴多久？撂下一句话，王楚恒铁青着脸走进电梯了。他倒要看看，没有自己的签字，陈洛锦怎么跟顶头上司交差。他倒是很期待陈洛锦向自己求饶的卑微样子。谢谢你了。陈洛锦松开了手。正好中午了，要不一起吃午饭？秦衍川笑着问。好啊，没有啥坏心情，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。餐厅里，靠窗户的位子，阳光洒在秦衍川的脸上，让他俊逸的脸颊更显得力挺了，给人一种儒雅稳重的气质，让陈洛锦有一刹那的看痴了。他不是外貌协会的，但也无法抗拒美男的诱惑。不得不说，秦衍川长得是真好看。起初只为找个饭搭子，现在看来，他可能是赚到了。我脸上有灰？他好奇地问。陈洛锦忙收回贪婪的眼神，笑呵呵地说，就是有一颗饭渣。他轻声靠近，帮着拿下一颗大米粒，就在贴近他薄唇的刹那，陈洛锦只觉得有种窒息感，让他小脸又红又烫起来。秦衍川也不禁被他现在的模样吸引，娇羞的样子让他进一步开眼了。陈洛锦算不得极美，却是耐看类型的，尤其是脸颊红透的样子，十分的可爱。谢谢。他找回声音的一笑。陈洛锦也不客气地接茬说，不用客气，今天我还要赶回公司，有机会在一起约火锅呗。他们虽只见过2次，却是相处得很舒服，让他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约饭了。或许有缘的2个人都会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，秦衍川也不例外，他也从心底想要去更多了解陈洛锦。算不得一见钟情，最多算是彼此都不讨厌，因为有共同的喜好，才期盼着以后的日子。
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。王楚恒敲门后走进去了，就见秦总正在喝茶，他殷勤地帮着倒热水，惹得茶几旁的女人抬眼望向他。坐吧。秦总，这是需要您签字的合同，都在这里了。他说着，将几个合同放到秦总手里。趁着他看合同的机会，王楚恒不禁打量着他，不光长得美，还身材极好，是个妩媚与性感并存的女人。更重要的一点，秦总还是公司唯一继承人，就让不少的男人对他有企图。人美又多金，男人若想少奋斗20年，都会想拥有她吧。这可惜，眼前的女人只对工作感兴趣，对男女之事一直都不感冒，就让她拖到了30岁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剩女。应该还有一份，就是广告设计那个合同。她抬起美眸，盯着王楚恒，眼神里的冷厉让他猛咽下口水。秦总，那个还有没协调好的地方，我还在跟合作方沟通，要签合同，恐怕要等些日子了。那给我吧，这个合同我亲自盯着。对了，你再拟一份与他们公司的长期合同，我要见一下他们新的总经理。秦总淡淡地说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做。王楚恒战兢兢地走出办公室，不禁摸下额头冷汗。这样有气势的美人，他可是无福消受，也不敢招惹呀。某天临下班的时候，陈洛锦竟被老板叫去办公室了。因为合同没签，他有些忐忑地推门走进去，抬眸子一望，就见老板朝他呵呵地笑，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张总，您找我有事？这是你签的合同，提成我已经提前给你了。陈助理做得很不错呀。陈洛锦看着眼前的合同，还有桌上的一个厚信封，竟让他直接迷糊了。张总，您确定这是我签的合同？甲方的王经理没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签合同啊。他狐疑地说。张总含笑地点头。因为这份合同是我替你去签的，甲方的秦总对你赞誉有加，还有意要跟我们签长期合同，只可惜我是看不到了。说完，他惋惜地叹口气，因为刚刚接到通知，让他去外地接手分公司，虽然是升迁，但一想到离开工作5年的公司，他还是有些舍不得的。张总，您是要调去总公司吗？我就说嘛，像您这么有能力的领导，就应该去更广阔的地方发展。拍马屁这一块，陈洛锦是手到擒来，几句话就被张总逗乐呵了。陈助理，新来的总经理，脾气有点古怪，但你心思缜密。我想你一定能伺候好这位新老板，加油！我会努力的，张总。陈洛锦笑着走出办公室，他才不在乎新老板好不好相处，不为发生的事犯愁，是他一贯的乐观态度。而且拿到提成，最应该庆祝一下。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秦衍川。喂，秦衍川接通电话，慵懒地坐在沙发里，刚洗过澡的他一身的热气，浑身透着禁欲的气息。他本是一个冷漠的人，唯独对陈洛锦是个例外。或许两人都爱吃的缘故，才让他们能这么容易就亲近了。我今天发奖金了，请你吃火锅呗。秦衍川笑着答应了。一家装修有风格的火锅店，陈洛锦点的是鸳鸯锅，他们一个吃辣，另一个不吃辣，这样的搭配正好，所以说他们是最般配的饭搭子。祝贺你拿下合同。对了，你的前男友没再为难你吧？
他举杯笑着问：听表姐说，那个王楚恒没少欺负女同事，幸好自己当时在场，不然很难想象陈洛锦要如何脱身。他才不是我前男友，就他一副卑鄙的样子，我才不能眼瞎地看上他。是我大学时期的舍友，暗恋他，想要写情书跟他表白，我当时只是帮忙送信，就被他纠缠至今，我也是服他的执着了。说完，他无奈地叹口气，有的时候想做件好事都难。原来这样。秦衍川嘴角微扬的一笑，说不清为啥笑，但就是觉得心情突然就不错了。秦先生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他好奇地问。陈洛锦这样问也是有私心的，如果他没有女朋友，那么他就想把饭搭子的关系更亲近一点，毕竟这么帅的男人是女人都想占为己有吧。没有，你要帮我介绍一个吗？他半开玩笑地说。陈洛锦装得淡定地点点头，秦先生，有适合你的女生，我一定帮你介绍，不过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他一本正经地在给自己套情报。秦衍川想了想，才低声地说，我喜欢温柔、善良，还能陪我一起吃遍美食的女孩。他的这个择偶标准让陈洛锦听得嘴角忍不住的一笑，自己这是完全的符合，俨然是照着他的模子在找吗？陈洛锦帮两人倒满了酒，才笑着说，秦先生，找女朋友的事就包在我身上，那个，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高兴的时候他总想多喝2杯，也是个资深的酒蒙子。喝到微醺的时候，陈洛锦竟看到一个女人一脸恼意地朝他们走来，眼神里的敌意让他觉得十分的疑惑。秦大哥，他是谁？女人气鼓鼓地站他们身旁，指着陈洛锦冷冷地问：跟你有关系吗？秦衍川脸色一凝地反问：我是不是先走？陈洛锦眼看他们之间有误会，就想给他们独处的机会，却被秦衍川握住了小手，一脸温柔地说，没什么是你不能看到的。不过是嘴角的一丝笑，就让李乔熙嫉妒地瞪一眼陈洛锦。难道秦衍川不肯跟他交往，就是为了眼前的女人？模样一般，穿着也穷酸，凭啥能得到他的青睐？李乔熙想不通，秦衍川放着豪门千金不要，非要跟一个穷丫头在一起，图啥？难道仅仅是为了反抗父母的安排吗？秦大哥，他到底是谁？秦衍川见他恼火的样子，才慢悠悠地说，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未来的结婚对象。李乔熙，你现在可以走了吧。他不喜欢骄纵的女人，而李乔熙恰巧是这一款，喜欢与否就一目了然了。哼，你们早晚的分手。李乔熙撂下一句话，气鼓鼓地转身走了。他还就不信，一个富二代和一个穷丫头，他们能走到最后。他见人已经走远了，陈洛锦才低声问。秦衍川面露难色的一笑，父母安排的相亲对象是我讨厌的类型，这次你算帮我大忙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她是你前女友呢。陈洛锦长吁一口气，他何止这样认为，还以为那女人是秦衍川的女朋友，被迫当三的感觉，他可不想尝试。我没这么眼光差，今晚你喝了不少，要不我送你回家？他试探地问。可以，正好省我打车了。才不过见了3次面，陈洛锦就在无意瞥一眼他的时候，竟有了心跳加速的感觉，小脸也在与他对视时，一下子就脸红了。
脸这么红，是不是喝醉了？他关心地问。陈洛锦连忙点点头，是有点醉了。说完，他忙侧身望向了车窗外，来掩饰被抓包偷看的尴尬。陈洛锦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他一脸随意地说。啊，我到小区了，你在路边停车就行。陈洛锦因为紧张，直接岔开话题了，但心里却有一丝的喜悦。到小区门口，秦衍川将车子稳稳停在路边了。陈洛锦假装淡定地下车，正想走进小区里，却被他拉住小手，声音低沉地问：陈洛锦，我是认真的。哦，他羞涩地点点头。那你的答复是？他紧张地望着他。陈洛锦微愣一会儿，才低声问：我能吃又没有上进心，你能接受自己女朋友是个吃货吗？他不仅爱吃，还不喜欢运动，还十分的社恐。秦衍川捏住他的小手，淡淡的回答：我也懒得交际，而且性子又冷，有女生愿意跟我做朋友已经很难得了。看来我们俩挺互补的吗？陈洛锦憨憨地朝他一笑。那你是答应了？他主动地回握一下他的手，答案就很明显了。跟一个只见过3次面的男人交往，陈洛锦觉得他也是疯了。不过疯就疯吧，他喜欢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1个月后，陈洛锦和秦衍川打算去吃路边的大排档，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。他先端起酒杯，望一眼对面的男朋友，喜滋滋地说：秦先生，祝我们交往1个月快乐。同喜，但我更期待我们交往1年的庆祝。两人笑着碰一下杯，一杯酒下肚，浑身都觉得热烘烘了。秦衍川趁着他倒酒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盖子后放到他面前了，是一对新型的耳钉，1圈的碎钻，十分的小巧精致。好可爱，我好喜欢。陈洛锦拿在手里，已经爱不释手了，正要取出戴在耳朵上，竟被身后的声音打断。哟，拿着假货来送人，这算是假意的浪漫吗？一脸鄙夷的王楚恒不知何时已经站他们身旁了。冬天还有苍蝇，真是烦死了。陈洛锦一脸嫌弃的表情，王楚恒不恼反笑的直接坐他们身旁，打量一眼桌上的饭菜，摇摇头地说：真是寒酸，大冬天的来吃大排档。陈洛锦，你的男朋友这么穷，不如你甩了他跟我呀，最起码我能保证你每顿饭都吃得精致，哪像现在菜里都是一股渣子味。王楚恒最近工作不顺，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发泄心里的不快，自然要对个痛快了。秦衍川最烦这种狂刷存在感的人，他眉头一皱地看一眼王楚恒，冷厉地开口：我很好奇，你拿什么来撑起这份高傲？豪车豪宅，还是有个上市公司？这些我是没有，但我有车有房，还有一笔不菲的存款。你呢？带女朋友来吃路边摊，想必还在租房子吧？我是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但那又怎样？陈洛锦也是我的女朋友。秦衍川一直在国外学习，刚回国住的房子是爸妈的，而且车子也是表姐送的。他之所以接受他们的，也仅仅是因为自己懒得去买。但在王楚恒看来，他就是没钱没势的穷小子一个，再一次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。陈洛锦见他被压住气势，连忙将他护在身后，一脸愤怒地对着王楚恒说：我们是没钱，但也好过你这个单身狗。王楚恒，
你要是闲得难受，我劝你还是去相亲网站逛一逛，说不定有适合你的。你虚伪，他虚荣，你俩才般配吗？”王楚恒压住心里的火气，一脸鄙夷地盯着他们：“别把没钱当成你的底气，大冬天的，在室外吃饭也就算了，再大不列颠的走回家，那可就可怜到家了。”他话刚说完，一个穿代驾衣服的男人正朝他们走过来：“秦先生，我是您今晚的代驾。”秦衍川笑着将一个豪车的钥匙递给代驾了。王楚恒这下目瞪口呆了，他哪里想到吃路边摊的男人竟然开的是路虎揽胜，而且还是最新一款的，就让他当场吃瘪。“还不走吗？”陈洛锦一脸反感地说。“我走也是懒得跟你们计较。”王楚恒白他们一眼，就气鼓鼓地走了。“麻烦你先去车里等会。”秦衍川清场后，走到他身后，将新型的耳钉给陈洛锦戴好，才温柔拉住他的小手，两人亲昵地走向路旁的车子。“秦先生，你的车钥匙。”代驾把车停稳在楼下，将钥匙递给他，人就骑电动车走远了，似乎都忘记问一句：“这里是否是目的地？”这下就尴尬了。陈洛锦看一眼他，一脸狐疑地问：“代驾走了，你今晚怎么回家呀？”“那我能在你家借住一晚吗？”他谨慎地问。“行啊，反正我家2个卧室。”他痛快地答应了。然而陈洛锦没有想到，说好的借住一晚，竟是他们第一次同居的开始。一夜欢愉过后，第二天清晨的阳光正好照在陈洛锦的眼上，刺眼的光让他微睁开美眸，而一旁的秦衍川凑近在他脸庞，温柔地印上一吻：“早安。”声音温柔的能透出水来。“早啊。”陈洛锦被他深邃的凝视羞得小脸通红，忙将自己埋进被子里，却听秦衍川贴近他耳边，低哑地说：“要不要陪你去医院？”“啊？干嘛去医院？”他小脸狐疑地问。秦衍川耳朵泛红的小声说：“你昨晚说疼。”我寻思着，他话说一半就被陈洛锦捂住嘴，脸颊红红地说：“那个，今天是新老板第1天来公司，我真得起来了。一起吧。”说完，他拦腰将他抱起，两人一起往洗手间去了。“真当要这样吗？”陈洛锦没有想到，不过是昨晚把他推上了自己的床，就被某人给赖上了，非说要今天去领证，若是他拒绝，那就是吃干抹净，要不负责任的意思。这罪过他可担当不起啊！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1个小时的假足够。洛锦，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秦衍川将他拽进怀里，一脸恳求地望着他，眼神里的期盼让他很难去拒绝，只能点点头了。他本想找个饭搭子，没想到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说好的1个小时，等到他赶到公司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快11点了。陈洛锦见他停稳车，就着急要下车，却被他用手扯住胳膊：“别急，我跟你一起上楼。”“不用，我最多挨一顿骂，不用你替我撑场子。”陈洛锦解开安全带，轻身在他薄唇印下一吻，就着急忙慌地下车了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某人也跟着一起走进大楼了。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自己也在这里上班，陈洛锦就溜没影了。秦衍川嘴角扯出一丝笑，让电梯里的几个女生就投来痴迷的目光。好一个又帅又挺拔的男人！
门外的一张桌子就是陈洛锦的工位，他因为晚来2小时，这会儿有忙不完的工作，低垂着头，丝毫没注意身旁已经站人了。陈助理、刘主管见他太专注，只能敲了敲桌子。刘主管，你有事吗？新老板还没到呢。他以为他想见老板，却见刘主管摇摇头。陈助理，亏你还记得，今天是新老板的第1天上班，迟到也就算了，还敢不请假，就连老板的午饭你也想不管了是吗？这样没眼力见的助理，也就张总觉得是人才，以他的工作标准，陈洛锦这样的人早该被辞退了。我跟张总请假了，他也同意了。刘主管，你可以监督我工作，但不能冤枉我。陈洛锦有些不悦地小声反驳。刘主管脸色一变，猛敲一下桌子。张总早就去了分公司，你跟他请假，还不如对一面墙请假呢。陈助理，不是我说你，要不是新老板坚持不换助理，我早把你换了。赶紧去问一下秦总要吃啥午饭。见他敲门走进办公室了，刘主管才不耐烦地嘀咕，这样的助理早晚得被辞退。办公室里，陈洛锦指着眼前的男人，一脸惊讶地说，你，秦衍川，你不会是新来的秦总吧？我一早就说了，要跟你一起来，你难道就没联想到吗？秦衍川笑着绕过桌子，走到他身旁，温柔地将他拉进怀里，再粉唇啄一口，才低声说，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炒饭，还有你爱喝的奶茶，我把你的工作都分担了，要不要奖励我一下？好啊。陈洛锦踮起脚尖，在他薄唇亲一口，突然觉得意犹未尽，又再次深吻上他，俩人亲昵了许久，才不舍得分开了。四目相望，才半小时未见，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午饭后，陈洛锦正在沙发里悠哉地喝着奶茶，一旁的秦衍川正在帮他剥石榴，一幅和谐而完美的画面竟被一阵敲门声给打断了。进。刘主管走进办公室，就看见陈洛锦在收拾外卖盒子，一旁桌子还有半杯奶茶，就让他不悦地说，秦总午休都醒了，你就不能早一点收拾好？还有，你竟给秦总订奶茶，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他就没见哪个男人会喜欢甜丝丝的饮料，真是没脑子的女人。秦衍川眉头一皱，显然不高兴了。刘主管，咱们秦总就喜欢喝奶茶。他小声地给自己辩解，真是开玩笑了，他自己的男人喜不喜欢，自己不比外人更清楚。你先出去吧，等我汇报完工作，我再过去找你。陈洛锦朝着刘主管的背翻个白眼，才提着垃圾走出办公室。他刚扔完袋子，就与从电梯走出来的李乔西险些撞一起了。又是你！李乔西一见他就心情不好，精致的小脸瞬间变得暗沉了。陈洛锦懒得搭理他，转身就要走，却被他一把扯住了。两人拉扯的时候僵持不下，他们身边也多了几个看热闹的同事。你给我把话讲清楚，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就想总赖在秦大哥身边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你又是哪个？陈洛锦故意装傻的反问，不过是想逼疯某人，老虎不发威，真当他是小花猫啊？我是他未婚妻。李乔西掐着腰，一脸得意地胡诌着。她可是秦衍川的绯闻女友，就这一点，李乔西就不知比陈洛锦要强多少。话刚落，
他就被狠狠打一巴掌，5个手指印瞬间让小脸肿起来了。你竟敢打我！陈洛锦吹一口生疼的手，一脸笑意地说：你污蔑秦总，我就要替他教训你，不服？那就再来试试。他又把手高举起来，就吓得李乔西忙后退几步，捂着脸的要去找秦衍川，却见他已经站在身后了，一脸的冷厉，让李乔西委屈的眼泪汪汪。秦大哥，他打我，从下到大还没人敢动手打我呢。他越说哭得越凶了。大家都没工作吗？他说话声音不高，却让围观的人都灰溜溜的闪人了。秦衍川清场后，将陈洛锦护在身后，才又望向了李乔西：你爸妈的公司在隔壁大厦，你要不要过去？他不温不火地来一句，就让李乔西心里咯噔一下，竟被他眼神吓得连哭都忘了。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撂下一句狠话，李乔西哭着跑进电梯了。今天秦衍川敢跟他闹掰，明天他就把2家的合作停了，看他如何跟长辈们交代。跟我来一下办公室。哦。秦衍川先走进去了，陈洛锦慢吞吞跟在后面，被一旁刘主管又追着数落起来：陈助理，你还真是一点不省心，这下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刘主管，麻烦帮我把垃圾倒了。他把桌子旁的垃圾袋递给他，一脸笑意地走进办公室。在刘主管看来，他这是撞枪口了，估计再出来时就是他要被炒鱿鱼的时候。给我看一眼，可有哪里受伤？秦衍川将他拉到一旁，仔细打量他一眼，见他没有明显的伤口，才终于放心下来。我帮你解决了李乔西的纠缠，要给我啥奖励？秦衍川凑近在他唇上吻一下，却见他眉头一皱：秦总，除了这个，咱能来点实际的吗？我不是特意要升职加薪，只是我得罪你的绯闻女友，怕同事们孤立我，你说呢？都听你的，不过晚一点，我要讨些利息。陈洛锦拿着桌上奶茶，笑着说：那就晚上再讨论呗。说完，他端着奶茶，边喝边走出办公室。刘主管，你还在呀？陈洛锦没想到刘主管还在等他。这不是秦总的奶茶，你怎么敢喝？刘主管一脸狐疑地问。他深吸一口奶茶，才一脸笑意地说：刘主管，我帮秦总解决了麻烦，这是他奖励我的。陈洛锦大战一场后，不仅没有被辞退，还被秦总升职加薪了。刘主管这下终于相信张总说的那句话，陈洛锦是个福星，你也只能哄着才有好日子过。他以后可不敢招惹这个小丫头了。领证半年后，陈洛锦终于答应搬去他的别墅。你这的浴室比我小公寓都大，难为你跟我住了半年的小蜗居。他心疼地捏一把俊逸的脸。秦衍川单手捏住他纤腰，在他耳边吹热气地说：那今晚我可以要奖励吗？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迷恋陈洛锦了。除了每月的那几天，秦衍川温柔体贴到极致，其余的时间他都要跟他腻歪在一起，似乎毫不知疲惫，有着超乎常人的好体能，让陈洛锦是又爱又怕了。你能让我歇几天吗？他求饶地朝他眨眨眼。不能。秦衍川说完，就要将他公主抱起，却被陈洛锦用手给拦住了。他一本正经地盯着他：准你一次，你能现在发誓吗？我发誓，只做一次。说罢，他将人儿抱在怀里，
大步走进卧室了。陈洛锦最后累到要虚脱了，他不禁心里骂自己，还是太轻率了，某人的一次还真是够久的一次。秦衍川，你丫的太坏！他受不了的骂人。秦衍川在他耳边轻声地说，我坏也是因为太爱你了。他凑近吻上了粉唇，封住他后面的话，两人再一次沉浸在火热的爱里了。陈洛锦本想找个饭搭子，没成想竟为自己找了个长期饭票，本是令人羡慕的事，可他自己竟有点后悔了呢。某日，在公司里，陈洛锦把编辑好的信息直接点了发送，他就一门心思地玩起手机，哪里想到公司群里竟因为他的一个信息瞬间炸开锅了。陈主管的老公只能请他去吃麻辣烫，看来人很一般呢。上面小刘刚发完，后面小黎也跟了一句，人没钱不要紧，长得帅也行啊，就像咱们秦总那样的，倒贴我也愿意。果然女人都是喜欢帅气的男人，大过金钱的诱惑。说不定是一个低保户，只能陪他吃一碗麻辣烫，还是2人1碗的那种，光是想想都很浪漫。后面又有人跟了一条信息，大家都跟着笑作一团了，而陈洛锦却还没发现，自顾自地在玩手机，就让事态变得越来越炙热了。秦衍川瞥一眼手机，看着热闹的公司群，眉头一皱地按了几个字，直接发到群里了。老婆，收到。短短4个字，已经让群里炸开锅了。上面评论的几个人都目瞪口呆，想着撤掉刚才的信息，早已过了时效，只能祈祷别被秦总看到，不过这个估计很难。秦衍川，我好像把私信发到公司群里了，怎么办呢？陈洛锦看到发错的信息，刚想给秦衍川发个私信，谁料手一抖，又给发到公司群里了。这一次群里异常的安静，秦衍川抿嘴笑地在群里回复他，老婆，让他们吃点狗粮，还能省下一顿晚饭了。不光如此，他终于不用再陪着他隐婚，可以光明正大喊他秦太太了。全剧中，